各位同学，这一节课的主要内容是怎么调墨。如果说你调墨调的不对的话，你画出来的颜色变化比较少，甚至画出来一块墨是一块黑黑的死墨，这样的话就失去了这个笔墨的味道，没有这深浅变化，你的画面就是很死板。很多初学者包括一些学了一段时间的学员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画出来的墨黑黑的没有变化，包括染出来的猫咪的颜色也没有变化。所以说这一节课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我们知道墨分五色焦、浓、重、淡、清，什么意思？焦墨就是有一些飞白，颜色比较深，比较干这个墨一般用来画什么？画一些树枝、石头山石，或者是一些动物的一些大写意的一些地方皮毛也可以用这个焦墨来画。浓墨它比较润，比较黑叫浓墨。湿墨水比较多一些，也就是重墨，就稍微比它弱一点，颜色淡一点它都是相对这些颜色都是相对而言因为你把这个盖住，你会发现这个颜色是很深的，对不对跟它比起来又变浅了，那么跟它比起来它又变深了，就相对而言但是这个程度就是一个重墨淡墨。平时我经常跟大家说我用第一遍用淡墨调一下，对不对？那你就用淡墨，这个大概这个程度。还有一个清墨，就是水几乎是清水一样的感觉你这个水沾一点墨在里面就是比水深一点。那么这五种颜色其实是不止的，其实你一笔下去颜色是千变万化，只不过是用这个公式用这个图这个颜色用这几种墨去概括了这个墨分五色，其实是不止五色的，对不对好，知道这一点我们看一下这张画它里面就有，你看焦墨，有一些枯笔，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些枯笔焦墨枯笔，它画树枝特别好看画树枝枯藤山石特别有感觉好，这是焦墨。浓墨，看好这里浓墨很润用浓墨。重墨你看延伸出来了，浓墨和重墨在一起，这个深度大家对比看一下包括这个出枝这些地方都是用了这个重墨。好，淡墨的话我们这里面用的比较少一些。我们看另外一个作品，这张虾里面就用了重墨，用的这个浓墨，这个黑的这个东西这个区域，你看一下这个点的这一笔黑的就是重墨，包括眼睛这个虾里面没有用焦墨没有用这个焦墨来画，因为我们学习的知识点这些墨可以灵活的运用它灵活的运用它。比如说这里又有深又有重墨，对不对？还有淡墨，然后这个地方有轻墨，很轻的墨都在里面轻墨它都在里面去呈现。包括你这个虾的须，你就不能用重墨，如果你用重墨的话，这个虾须就很显眼，就不像是在水里的感觉。如果这个虾在水里游的话，它这个虾须是很轻盈的。所以它这个墨分五色就是这么灵活的运用这个螃蟹，你看了重墨、浓墨、重墨
清墨、淡墨都有啊，都有，是不是？这样的颜色才有变化，不然的话，你画个虾的壳是个死墨，一整个是黑的，那你学画画就没有什么意义的啊，你就没有笔墨的味道。比如中国画要讲究笔墨，什么是笔墨？我们这就是笔墨啊，笔墨关系嘛，有清有淡，有重有浓，有焦墨啊，都有在一幅画里面啊，或多或少都有其中几种在里面呈现出来，它有一个深浅的变化。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啊，像画树枝，我们怎么去用这个焦墨？好，我们准备一张纸啊，跟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去画出焦墨的效果。点水啊，这里面有水，点一下，刮一下水啊，水不要太多啊，不要太多。然后点点墨，点浓墨。你看水比较少，你想调出焦墨，这种水要比较少一些啊。焦墨有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也叫素墨，就这个墨过了一夜，它干了，干了之后蒸发之后，它很干了之后，它就很黑啊，基本上都是啊，就像锅底一样的。那你吃完这个汤，下面都是锅底啊，里面的肉都在里面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也一样的。你的墨水都蒸发了，剩下就是墨，就是焦了，墨焦了，它们是很黑的啊，这个很黑。好，水要少一些，水稍微少一点啊，少一点，这样画就可以画出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你看一下啊，那这个地方就出现这种焦墨的效果啊，这样出现焦墨的效果。这边是浓墨啊，浓墨、焦墨同时在里面出现。啊，在这个画里面出现，还可以继续的，你看没有？水少，它就有这种飞白的效果。这个飞白的效果是很好的东西啊。有些学员他不懂，哎，这个画怎么画这么飞白不好看啊？给它遮住，那就完了啊，那你就没这种藤的枝干的这种效果啊。所以这个干，它就有这种枝干的效果嘛。你这样一下就把它盖住了，就很可惜的啊，很可惜啊。这就是怎么去焦墨、浓墨调出来去画这个树枝啊，画这个树枝。淡墨就很简单啊，把笔洗一下，那洗一下，这个时候这个上面的颜色比较淡的。那比较淡，你去画适合淡墨的这些部位，比如虾，是不是？我们画虾用淡墨，刮干啊，虾不需要很多水啊，把水刮掉啊，把水吸一下，不要太多水。笔尖蘸什么？蘸点什么？重墨，来一点重墨。这样的啊，你画的时候是这样的。对不对？前面深，后面浅，啊，前面是有点墨，后面很浅，就是淡墨，啊，然后侧一笔，啊，那么这个虾头里面的颜色变化很丰富了，有重墨，有淡墨，啊，甚至还有清墨，看看往因为这上面没有颜色，所以甚至还有清墨在里面出现，对不对？好，点水，用笔尖去吸水，调一下淡墨，笔尖调重墨，也叫深色的墨啊。直接拿这个墨就是浓墨了啊，直接拿这个墨去画，就是几乎就是浓墨了啊。这个一笔下来了，是不是？是不是浓淡的变化？有重墨，有淡墨，有清墨，同时出现在你的画面里面，你的这个虾就特别的漂亮。如果说你画的我们的颜色调不出来的话，啊，他画的虾的这个，比如说他调不出来的话，他画的虾是
一种颜色啊，一种颜色，那是这样画的，一种颜色啊，那就不是在学画画了，那就是完全就不对了啊，完全就不对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墨色调出来。好，我来跟大家拓展一下知识点。现在我们把笔头跟大家分析一下。拓展知识点啊，画大一点，让大家看得清楚一些。这是你的毛笔啊，这个是笔杆啊，笔杆就不说了，我就说下面。我们把这个笔分为3个部分啊，这个是什么部分？什么部位？这个部位叫什么？叫笔杆儿。这个叫什么？笔肚。那么这个叫头，笔头啊，分成这3个部分。这个很重要啊！你要不分清楚这3个部分呢，你就是瞎画啊，就是瞎画，就是凭感觉在画的啊。好，我们把笔洗干净。我多洗一下，洗干干净净的啊。我们一般要准备2个笔洗啊，2个笔洗，一个是洗完之后这边涮一下更干净啊。好的，好，这是整个这个笔的这个笔毛啊，整个身体部分啊，这是整个部分，它是个整个部分啊，它是个整体啊，好，它是个整体。那么我们拿出这个笔啊，首先整个调个颜色，调淡墨，就说整支笔调淡墨啊，整支笔调淡墨，就是意思说我们这整一支笔的笔头，这个笔肚、笔根全部是一种颜色，全部是这个淡墨，看到没有？全部是淡墨。好，刮下水，全部淡墨。然后呢，我们再调到用笔肚，用这个地方啊，刚才是这个第一步，第2步啊，我们要调的什么？调到这个头和肚子是一种颜色，这是第2。好，那你就要把笔压到什么？你是不是要把笔压到这里来呢？压到这里来调，对不对？就笔根就不要调到了啊，这个很重要的啊。这调色也是这样的啊，调色也是这样的。那我就调深色的墨，调到这个地方呢，再转笔，就转笔啊，转，你就不要压到根部，把整个笔压下去，把整个笔压下去，你又调出，你同时你又调的跟第一遍颜色没有区别，你又是整个调这个颜色，那你就是白调的，是不是？好，再来洗一下啊。第一遍整个调一个颜色，这个调墨跟调色是通用的啊，大家记住啊。整个是淡墨，调一遍，刮水，调深色的墨，甚至我调一点颜色进来了，放在这里的，把笔尖压一半，压到这个笔肚这里的啊。去转圈圈，好，你再看一下这个颜色啊，我用一个干净笔吧，这个用这支笔来调啊，你看这支笔是平时用来画颜色的啊，我们这个笔是平时拿来画颜色的，但是为了展示一下，我就用这个干净笔来调，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好，第一遍调了一个淡墨啊。调了个淡墨啊，不是调了个寂墨啊。有的同学太淡了之后调了个寂墨，调了一个淡墨之后刮一下水，
笔尖蘸点颜色过来，放在这里啊，不要放这里，然后开始转，看到没有？压一半啊，压一半，反复去调啊，反复调，这样转圈圈啊，压一半啊，这样调。调完之后你再看一下，你这个颜色是不是由深色到浅色，对不对？在渐变这个颜色啊，你画出来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由浓到淡？还不够啊，这是还要调什么？还要调笔头。我们的笔头还要调颜色，再点一点墨。你看，就是这样画出来的。画国画的这种调色方式就是这样的啊，看到没有？这是渐变就更好看了，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一定要掌握啊！这样从浓到淡，这不是都有吗？啊，除了焦墨没有，浓淡、浓重淡轻都有了。从这里渐变过来，那哪止几种渐变了，太多了，是不是？一定要调这种渐变色的效果，你才能够把国画画好。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这个就是墨分五色。那么颜色呢？啊，跟大家讲讲颜色。同样的道理啊，对吧？我们再讲讲，这我觉得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好，我们这有个颜色盘啊，我就用这个干净的笔啊，这个干净的大好笔来调。比如说我们啊要画什么花朵，首先是调一个浅色。整个笔调个浅色，这不同样的道理吗？是不是？啊，再加点进来，调个浅的红色，整个笔都调，对不对？整个笔都调个浅的红色，还不够再加啊，不够再加。调色是这样的，你不要搞太多了，啊，刮下水，整个笔都是啊，几乎都是浅红色，对不对？好，这个是属红的啊，加属红，摁一半啊，拿过来摁一半的，把笔摁一半下去，转圈圈的转圈圈啊，调墨是转圈圈，再把它撸直，笔锋撸直，再来一点，不够再来一点啊，转圈圈，是不是有渐变色出现了？再调胭脂，笔尖调胭脂，只调笔头，先是整体调一遍啊，第二遍调肚子和头，第三个调这个。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效果？那你画出来的东西才是有渐变效果啊！啊，比如说你画一个，对吧？这样转上去，它是有浓淡变化，对不对？啊，再来一个，再转一下，它就有这种深浅变化，这个颜色才好看啊，对不对？再调完之后再点水，我看我们调颜色都点水调颜色，再加点属红色，压半个笔，重新调过，再调胭脂色，啊，这样画进来，我们就这样画啊，去调色。画梅花也是这样的，画小点就是梅花，对不对？加点胭脂，这我直接加颜色，因为还没用完，笔头的颜色用完了，因为笔头的颜色含量容易用完啊，因为它毛比较尖的，所以它用量就比较快一些，中间往后走就多一些，所以我们有时候啊画梅花的时候，画个一朵之后，
可能你这个颜色就少了，不信你看，没什么变化了，但是后面还有颜色，你就点一点，这个又有了，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啊，这个不是一样的道理吗？这调墨，你把这个调墨学会了，调色还有问题的吗？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就是调色调墨啊，它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这个如果是你不知道的话，你在瞎画啊，那是瞎画。好，现在啊，跟大家演示一张啊，画一张。我们现在用墨啊，调墨的方式画一幅国画啊，国画写意，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怎么用墨的啊。好，用中号笔，准备好中号笔啊，中号笔，还有这个丝毛笔啊，一支，这两支笔，打水，调一个啊比较深的墨。调完墨之后啊，吸一下水啊，这个用完的纸都可以吸水的，吸水。画线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它在这个画一个眼睛啊，然后调浓墨，画个眼球啊，水太少了它就晕不开，那就水稍微多一点点啊。好，拿出这支笔，洗干净。我们用小号笔啊，用小号笔吧，因为这个前面的细节要注意一下啊。小号笔，好，调点这个颜色啊，是稍微深重，用重墨啊，还记得焦浓重淡轻啊，焦浓重淡轻的重墨。吸水啊，笔尖调点深色的墨啊，调点浓墨，把这个前面画一下啊，水不要太多，不要挨到这个线啊，注意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挨到这个线。这个要注意一下。好，这个画完之后换笔，换这支中号笔，调淡墨，调淡墨，整个笔啊，先调淡墨，刮一下水，笔尖调浓墨，转圈圈，这个时候要转到笔肚啊，这个时候笔要调到笔肚。调到笔肚的一个地方，好，调好之后，笔尖再调浓墨啊，只调笔尖啊，只调笔尖、笔头，再来一点，只调笔头，这样就有个渐变色出来了，笔上的渐变色就出来了。那么画的时候是这样画的，看好，侧入笔啊。1、2、3，看里面的墨色，待会儿一吹干就可以看得到了，现在还看不到啊，因为墨是湿的啊。好，再来一笔啊，再来一笔，先画这么几笔，换笔，啊，换这一个丝毛笔，调一个淡墨啊，洗一下笔，调淡墨，调淡墨。
吸水。啊，调一个我们可以去画线条的这个墨色。一般这个线条的墨色这个线条要比它这个身体上的墨色要淡一些啊。好，把这个画出来啊。然后前面啊这里长一些啊，长一些，上去，再上去啊，转上去。再加点淡墨，把这个鱼肚子上的这个线条画出来啊，用中锋走啊，用中锋行笔，调淡墨，转上去啊，一定要上去，换笔，换笔把这个笔吸干水啊，我们把它刷一下，这样刷一下，干刷啊，干刷一下，然后点水，调淡墨，在身上点一些地方，点画下衔接一下啊，这部位要衔接一下。刮下水啊，调淡墨，刮水，笔尖调浓墨，又调出个渐变色啊。好，把它身上的那个刺给它画出来，拨出去，斜侧锋拨出去啊，拨出去。把笔涮一下，我们用个小号笔啊，用小号笔洗干净笔啊，用小号笔调淡墨，我们分笔画，分笔画。好，刮水，调浓墨，笔尖蘸浓墨进来，转圈圈啊，转圈圈，看到没有？啊，转圈圈，又调出个渐变色啊，渐变色，画出它的尾巴部分啊，它的尾巴很短啊，在这个地方啊，1笔、2笔、3笔啊，好，换回丝毛笔，把这个地方接起来啊，接起来。拿出中号笔，再点一下，点一下，调淡墨啊，调淡墨。调完淡墨之后啊，调完淡墨之后，记住啊，笔尖调一点浓墨啊，调一点浓墨，这边刮一下啊。好，在这个鱼肚子这个地方，在鱼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摁一笔，摁一笔啊，在肚子这个下面再来一笔。好，这样一条桂鱼就快完成了啊，还没画完，还没有画完啊！再用这个中号笔调浓墨，调非常浓的墨，看到没有？啊，调浓墨，这个墨很浓的啊，加点水进来，加点墨进来，再来调浓墨的，注意啊，这样调，调开，只是把浓墨加点水调开，在它的身上点一些斑纹。点一些斑纹啊，再调浓墨，
它这个尾巴上也有的，尾巴上也有的点。好，可以。好，拿出丝毛笔，调浓墨，就重墨啊，调重墨。这样的，刮下水啊，刮下水，把它的这个1、2、3啊，画到这个啊，这个鱼鳍上面这个1、2、3这样画啊，这样画。这个颜色一定要比这个颜色深一点啊，记住，1、2、3，好，再调浓墨。一定要比较深啊，比你的底色要深啊，把它画出来。好，再用这个深色的墨啊，把这个加点鱼刺，点点鱼刺啊，这个鱼是比较凶悍的，这样一个虎斑的一个虎斑的这个桂鱼啊，快完成了啊！还要加什么？加这个刺啊！那用这个丝毛笔加上刺。这个比较威猛，这个是这一只啊，这一只洗干净中号笔，洗干净中号笔啊，洗干净它，在这个尾部再点一下。那我们吹干之后啊，你看一下它的效果啊，吹干之后你看看它的效果。它的颜色是不是出来了？刚才是湿的，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大家看一下这个色彩啊，这个墨色啊，浓、淡墨、重墨啊，都出来了啊，这几种墨色全部出来了。这里还有用这个枯笔扫了一点焦墨的感觉啊，这个头部，这就用墨去画一个鱼。你别看这个鱼啊，这么小一条鱼，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内容要学。一就是学调墨啊，还学了一些笔法，刚才的一些笔法啊，侧锋画的，侧锋1笔、2笔、3笔、4笔，侧锋把它画过来。这个地方用侧锋按下去，拨出去，拨出去啊。待会儿再画一只啊，再画一只，大家再体会一下。换笔啊，换小号笔，我们来画这个背上的背鳍啊。大号笔、小号笔都可以啊，那用大号笔吧。大号笔调色就比较丰富一些啊，小号笔调色稍微没有大号笔那么丰富。那我用这个大号笔调淡墨，啊，这个要比它画的淡一些啊，记住。